我也太准时了吧！没有磨皮，今天可以把磨皮关了，我觉得。今天不用开磨皮，我也是看上去很好的皮肤，因为我化妆了。今天是马尔和凯灿牵手，应该，因为他们之前我们5个人的时候，他们俩不在，所以今天他们不弄。在公交车上，你只能静音听，那你这个有什么看的意义吗？总归有看的意义，不过我这样说你也听不到，是吧？最近和维 V 打游戏了吗？没有，我不太跟他们打游戏。我现在虽然坐在这个会议室的椅子上，但是我的坐姿非常的，怎么说呢？非常的不像话。不至于妖娆，坐姿还不至于妖娆，只是，反正就我一个人坐的这么端端正正干嘛？我又不是在开会。躺下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但我是专业，我是专业主播，为什么要不能躺下？我们是专业的，我们在上班，不能看到的地方是随意，能看到的地方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正视。反正我脚翘在这儿，你又看不到，那何必那么正视呢？看到的这一部分，看到的这一部分正式点就可以。把衣服扣上，我也想扣。我之前穿的时候扣上，我的服装师说你可以解开一个，我说无所谓，反正凉快一点，反正就解这一个扣子，又不会说尺度过大。再解一个就不行，干脆全部解开。我疯了，我为什么要全部解开啊？再解一个头，我才不解呢。我是保守型的。25号，25号不知道干嘛，干嘛问25号？哦，我听说钱都开 Instagram 了，我也想开，但我开 Instagram，为什么我想开 Instagram？是因为我想发 DM 给库里，我想跟他联系，我想发 DM 给库里，这是我想看 Instagram 的60%的理由。40%嘛，70%，剩下的30%嘛，就发发我的照片，发发这个那个。但是我又不是很爱拍照，
但如果我开个小号的话，我发消息给库里，他肯定不会看。之前我就想看 Instagram， 我想看 Instagram 唯一的理由就是给库里发 DM， 然后他回我了以后，慢慢变亲，变成朋友了以后，等我去到美国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这是我唯一想干的事情。哎，这把手靠的我这腰，戳到我的腰子了。哎呦！这个房间没有躺的地方，但会议室为什么要给你躺的地方？没错。主播身后有人，你以为我会害怕吗？后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库里亲签篮球 vs 库里亲签球衣，库里亲签球衣我有啊。挂在家里。我还有库里亲签照片，我还有库里亲签的，就这2个。有个头啊，后面有人，还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你们个骗子。主播有抬头纹，我知道，我一直有抬头纹。主播躺地下，我的确挺喜欢躺地上，但是何必呢？我们现在在上班，我们现在是在工作，工作时期怎么可以躺地上？哎，这个姿势就舒服了，刚怎么没想到呢？主播背景好假，为什么？这是公司的大会议室啊，我们之前也在这里直播过的。上班直播 OK 扣工资，我的上班就是直播。主播是搞笑主播吗？我不是搞笑主播，我很正经的，我是个正经的人，我不搞笑。问点问题吧，你们得问我才能答，这样 tiki taka 才有意思。你就这样干坐着，我就干说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头疼，为什么？还是好好做吧，越做越难受。主播闻过脚吗？我不相信没有人没闻过脚。
我不跟你说我没吻，我又没有吻过，我只会跟你们说，我不相信没有人没吻过。问了你不回答，你问点有营养的，问点好玩的，我当然回答了。整天问一些没用的，我整天问一些没有营养的，我回答干嘛？这弹幕太快了，看得我好晕哦！我的天哪，我今天怎么这么晕，头疼？最近主播有买新衣服吗？没有，我从来不买衣服。为什么老问我25号干嘛？25号总归会干嘛吧？我也不知道干嘛。为什么问我25号干嘛？主播体重多少？我最近瘦了，我瘦到59，前2天58。啊，25号6周年哎！对，25号6周年。但我记得24号应该会干嘛吧？24号我们好像有直播，不知道说不说，能不能说？反正24号直播，25号那就没事喽，25号休息喽。主播锁骨可以放鸡蛋吗？这个有趣哎。感觉有点危险，不知道放不放得了。主播有几颗蛀牙？我前2天刚去过牙科，我只有1颗蛀牙。从小到大，我爸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每天刷牙。有一次，我出生以来，我爸唯一揍过我一次，就是因为我不刷牙，所以被揍了。只被揍过1次，被我妈揍过无数次，数不清，但被我爸只揍过1次。不洗澡倒不会，我不洗澡，我爸才不会揍我呢。我爸也说到此为止。但我也没有不洗澡啊，我也洗，只是我不想洗啊，不是我不想洗，我不喜欢洗澡。这也怪，我不喜欢洗澡，我不想浪费水，这是原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浪费水还不可以吗？环保，我是一个环保人，我们公众人物一定要充满正能量，要学会环保，不能浪费水。
但我最近洗的还挺多的，一天至少洗一次，也没有，2天洗一次，也没有，一天洗一次，一天洗1.7次啊，一天洗0.7次，就平均下来一个礼拜一天洗0.7次。就有时候一天洗一次，有时候2天洗一次，平均下来一个礼拜洗0.7次。我的手在玩我的卡包，很吵吗？耳朵挂衣服，你们怎么这么多奇怪的个人耳朵挂衣服？今天回家以后，锁骨夹鸡蛋，耳朵挂衣服，我都可以试一下。可以的话跟你们说，不可以的话就不可以吧，就过去，就当做过去了这件事情。口水吐泡泡我可以，从小就玩过，但现在不会为了玩这个特意去口水吐泡泡，我没那么无聊。我现在已经21岁了，21岁的人玩口水吐泡泡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锁骨养鱼，你找一个，你试一个给我看看。锁骨放硬币，这个太简单，这肯定可以啊。我这锁骨还是比较凹进去的。喉结夹鸡蛋不行，我喉结比较小。哦，不行。主播有支持有，我发现我这里长了一个，这里面长了一个，等比较有空的时候把它拔了吧。主播舌头会转吗？不会，舌头碰不到鼻尖。我前两天看微博，我看到一个，人家说开学就搜我自己啊，就是看到开学新什么新人设，老师问这个问题回答吗？然后答能问点有营养的问题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是啥来着？开学新人设，那还挺搞笑的，但只能搞笑，别给我实践，搞笑发出来大家笑笑就算了，别给我去实践。老师问问题，你说你能问点有营养的问题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疯了！哦，老师会是什么反应？出去，站到后面去，站到前面来，老师得气死。开学新人设，但那个真的还挺好玩的，不得不说挺好玩的。但你别给我干。主播睫毛可以放牙签吗？这是，那问点好玩的可不可以啊？能不能问点有营养的？你们又不是我老师，这个我总可以说。问点有营养的，问点好玩的，别问什么会不会有耳朵夹什么乱七八糟，眼睫毛夹什么乱七八糟，锁骨夹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智齿我现在还不痛。
主播晚上不磨牙，只会说梦话。我妈以前说我说梦话，说什么梦话？说我在打斗地主，我说我出了个大怪。我妈说我出了个大怪，她说你做梦还在梦斗地主，你说梦话都是在打牌。主播打呼吗？我好像不太打呼，我说梦话比较多一点。梦游也不梦。今年有长假吗？好像没有吧，我觉得没有。我们又要巡回演唱会，到时候又要年末，到时候又要这个那个，没时间，怎么可能可以有长假呀？马克会说梦话吗？我又没跟他一起住过，我怎么知道马克会不会说梦话？我还是想躺下，坐着好累啊。开学新人设李马克，哎，怎么没看到？没看到就走了。哦，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要巡回吗？总归会有巡回啊，就我们不可能只在韩国办一场演唱会就不干了，肯定到各种演唱会啊。啊，找不到了，烦死了。你会唱《Rain Day》吗？不会。不，就开演唱会没有巡回，怎么可能开演唱会？你要开嘛，肯定到处跑，到处开演唱会啊，不可能只开一场就不开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又不是剧透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。主播怎么又躺下了？主播好累啊，今天，主播头疼。必须是视讯。直接睡觉，直接睡觉。我一会儿不干活了，我今天有工作我才化妆的呀，还换了一件漂亮小衬衫。你觉得我是会穿衬衫的人吗？一会儿有行程。我知道任俊在 Instagram 直播，听说他今天我之前听他说他要直播来着，他今天想直播了。机上说不说梦话我不知道啊，我又跟他们住过，但我没怎么注意。啥行程？这个真的不能说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，但保险起见是不说，有的是能说的我就说了，不能说的还是不能说。就我的基准，我觉得不能说就不能说，我觉得能说我就说，我觉得这个不太能说。直播给我播饿了，我想吃饭了，好饿呀！我你不要谢去吧，这样。有点习惯中毒。OK，
要到20盘，30分钟后我要出发了，那点不了饭。copy 谁啊？出来。开学新人设课，你发现李泰荣老师这道题讲了，为什么还做错？你管得着吗？怎么大家都这么叛逆呢？这个好玩，你们多发点这个可以，但不要，只要不实践，我就非常同意。开学新人设李凯，考试新人设李凯灿，学校开学考试考得不好请家长，你算什么？完了，我现在坐这椅子上，我躺着越来越滑下去了。开学新人设忠诚了，老师这个题怎么做？你自己百度去。你们真的还是挺有趣的，我发现。开学新人设徐明浩，你来读一下。我不认字啊，开学新，我不认字啊。啊，我不认字啊？为什么我不认字啊？怎么可能？开学新人，你来读一下。我不认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不认字啊？你不认字啊？你不认字啊？你来读一下。你不认字。哎呀，读累了，怎么全部给我搞成开学新人设？这也太多了吧！开学新人设，边博写老师，你来翻译一下这句话 ，Mark。我知道这个，我好像知道这个梗，我之前看过他们那个综艺。好了，不要开学新人设了，够了，读累了，太多个就适当的点有趣一下就可以了，太多有点审美疲劳，我有点累了。主播会打太极吗？不会。怎么还有开学新人设呀？累了，不读了，读不动了，我脑子要炸了。有人问主播，我看到喜欢的人，但是我不敢跟他说话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已经不想帮你们解决，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们谈这样的问题了。每次牵手，很多人都问我，想问我关于就这种的问题，说有心事，想跟我聊一聊，想听一下我的建议，然后我每次都非常认真的听讲，非常认真的共情，讲到后来
讲到后来还是关于我的，我已经不想跟你们聊这样的问题了，我累了，每次都是套路，我每次套路，所以事后我也开始不信了，我说你是不是又在搞？你搞的话，不要跟我说。如果不是搞的话，是真心的话，那来聊一聊你的烦恼。现在烦恼不收烦恼了，我的烦恼消化，我的烦恼这个叫什么？不要再问了，不要再跟我聊烦恼了，再聊下去我要烦恼了。就是说我聪明但好骗，不是我好骗，我非常不好骗，但是我过于善良，我怕万一，就每次我都是一个什么心理啊？如果你是套路，我肯定就不听你，然后你就跟我说，啊，真的不是套路，我是真心的，那万一，我知道会有两种可能，他是真心的，或者是真心的在骗我，那我觉得真心的在骗我的可能性更大，但是这只是可能性，所以我就觉得，那万一他是真心的呢？那就听听吧。那如果不是真心的话吗？如果是真心只是想搞我的话吗？那我就不理就行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听一下，结果90%到最后还都是绕回来又是说我的，累了，倦了。长沙米蛋。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，一杯咖啡就能给我带来幸福。突然心情变得真好。香草拿铁，我不喜欢喝冰美式，苦不拉几，不好喝，还是要点甜，但是不能太甜，太甜难吃，就微糖就可以。就太甜的东西，我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，很腻，就吃的想吐。刚刚好糖度，微糖，一点点糖，就非常的完美。不是奶茶，我小时候喜欢喝奶茶，现在不想喝奶茶。奶茶也是，喝一点就腻的要死，喝不了。任俊在 ins 直播，我知道啊，这又没办法，微博又没办法跟 ins 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连线，他播他的，我播我的呗，那就。我去找他，任俊몇 층에 있어요？ 2층에 있어요？ 他在2楼，我在7楼，还要下去，麻烦。不要叫我下去，我现在坐着刚好舒服。
你们两个你搞两个屏幕，一个屏幕放我的直播，一个屏幕放他的直播，不就是连播了吗？为什么非要我下去呢？懒得动。反正一会儿我跟任君还要一起去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新城，今天怎么话都说不清楚。哎，让他上来可以，但他也懒得上来。你信不信他肯定懒得上来？你到他的 Instagram 的弹幕去发，上去找成了，他肯定不去，因为他也懒，我也懒。绿色很适合我，我知道。我只看《老友记》。主播看看鼻孔，你这什么？你这什么？这是什么需求啊？看看锁骨，这个需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至少还可以理解一下。看看口腔，你是牙医呀？别看看什么，别看看这，别看看那个，问点问题，聊起来。像你问一句，我答一句，你这样多有意思啊！别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我又不会给你看，整天说也不说浪费时间。来玩玩那个 VS 游戏 ，Go。我问你又不理我，你问我又不理你，又不是我故意不理你，有两种可能，没看到，第二种没营养，所以没理你。为什么要怪我啊？主播，哎呀，没看到，1米8的大头 VS 180只大头，那我想1米8的大头，180只大头，我要被累死了。180只大头叼着他的玩具球过来找我扔，我要丢180遍，然后一个再跑回来继续给我球，让我丢给他，那我就2回我要丢360遍，就算只丢2回，我要丢360遍，我累死了。100个凯灿 VS 100斤的凯灿，100斤的凯灿，那不比现在的凯灿还要瘦吗？就是嘛。哇，比我高的大头，比我大1米180，这么大的大头，也没关系。库里 VS 财务，我不是钱的奴隶，我选库里。钱是什么？昨天可不是这样说的。
10亿 vs 库里，钱是什么？钱能当饭吃吗？那当然选10亿了，10亿耶，10亿 vs 库里，那当然10亿啊。这个我，这个放在你们那边选，这个放在你们那边选，这个放在你们那边选，10亿 vs 钟成乐，那不肯定10亿嘛？你拿到个10亿都能把我买了，都买我都轻轻松松了，那肯定选10亿啊。这这个问题我喜欢，及时寻乐 vs 长期规划。我是那种两个都有的类型，就是现在我也要，就是在当下我也有那个，当下我也要能享受，能有乐趣，能及时寻乐，但是长久看，不能让这个及时寻乐影响到我的未来。所以说我是一个会长期规划，但是也要及时寻乐的人。主播值10亿吗？主播是无价的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个体、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之宝，不是钱能买不买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花10亿来买我，成交。冲动消费 vs 理智消费，哎，今天这个问题就有趣，今天表扬一下，冲动消费 vs 理智消费，我是比较冲动消费的人，我是非常冲动消费的人，我就不是说，对，我是一个比较冲动消费的人。这样的问题多好玩啊！什么整天这个机上 vs channel， 机上 vs mark， 这个什么意思啊？理想主义 vs 现实主义，我是比较现实的人，我觉得。说走就走的旅行 vs 做足攻略的旅行，两个我都有，就看我对这个旅行的看重程度有多大。就比如说我跟坤哥上次去那个济州岛玩的时候，就比较是做足功课，但也算是说走就走，又说走就走，但是我在走的过程中做足了功课，准备了一切。就看我对这个有那个多那个。如果比如说我们一堆好朋友一起约好一起出去玩，如果就是真的我想好好玩，往死里玩，玩到爽，那我会做足功课。但是我这个人很懒嘛，我的条件就是我做足功课的情况下，如果我搞好了这个规划，你要好好的，你要好好的跟着，好好的遵从我的规划。你不要我帮你规划好了以后，你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这个改那个改，那我规划个头，你自己规划不就好了吗？所以说我跟坤哥去旅行，我全部规划好，我非常开心的，就是他也非常开心的，就是遵从我的规划，非常就是我说去我就
计划去哪儿，他就跟着去哪儿，而且玩的也很开心，所以我也很欣慰，所以我会更努力的去规划。如果你规划，你辛辛苦苦规划完了，这个不想要，那个不想要，这个不想去，那个不想去，我也会泄气的，你知道吧？一见钟情 vs 日久生情，我比较是日久生情的那种感觉。先苦后甜 vs 先甜后苦，那我当然是先苦后甜。喜欢 vs 合适，这个问题比较，我觉得谈恋爱得喜欢，结婚得合适。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又喜欢又合适，合适的话就是凑合着过，喜欢但是不合适的话就是一时的激情，但这个走不远，所以又喜欢又合适是最好的，我觉得建议大家找这样的另一半。感性 vs 理性，我是个又理性又感性的人。实话说，我做决定或者出现问题的话，我会非常感性，但是我在非常理性。但是别人跟我说他的事情的话，我会比较感性，我会去共感跟他，给别人说 vs 听别人说。两个我都喜欢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说的人，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听别人说的人，然后听完别人说，然后我再说一大堆，那看来就是我更是一个给别人说的人。头大10厘米 vs 皮肤黑10度，这个好玩哎，头大10厘米，我这头再大10厘米。真的就我的脖子会很累。皮肤黑10度的话，我这个白的程度估计还能承受一下。继续进修 vs 马上赚钱，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，不是说每个人这没有一个正解，对，没有一个正解。要看你现在所处的情况来进行选择，这个是那个享受当下 vs 追求未来，就是跟刚刚一样嘛，又要学会享受当下，也要会懂得为未来考虑。你不可能你活了今天就不活明天，这不可能的嘛。所以说，享受当下的情况下，也要为未来的规划有所准备。对啊，不合适很痛苦的呀，不合适当然很痛苦了。一开始喜欢的时候，不管合不合适，都会因为脑子上头了，过于喜欢了，所以会忽视那些不合适的东西。但当那个热度一下子降下来了以后，不合适的东西出来了，马上就不得了。有话就说 vs 自我消化，我觉得我看上去你们会觉得我是一个有话就说的人，但其实我是一个自我消化的人。因为我在上头的时候，就是比较有我不理解的事情，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我不爽或者会让我生气的事情，我不会选择先去说，我会选择先去想，把这件事情合理化。因为
每件事情都是人做的，每件事情都毕竟发生了，那总归会有它发生的原因，不可能莫名其妙没有原因发生任何一件事情。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必定是有原因，所以我就会去想，就会去先自我消化，让它合理化，把自己的气给消没了。我不会说为了让自己不生气，有一个善良脾气好的人设，我会让自己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，忍忍忍。我不会就是把火压在肚子里，而是直接把火给消掉，去想这件事，让它合理化。这样的话就没有把火压在肚子里的情况，就是把直接火给消没了、解除了。这个很重要，不是说忍就能行的事情，你要自己想把这件事情合理化，这是可以发生的事情。我记得我好像说过这个。你喜欢的 vs 喜欢你的，我觉得两个都重要。遇到喜欢的人会主动吗？那当然了。含蓄 vs 直球啊，我也还是比较直球吧，不知道。今天的问题怎么这么有趣啊？我感觉我还可以再播3小时，但不行，一会儿我要上班了。暗恋 vs 表白，我觉得暗恋虽然到时候暗恋的故事啊，我听我身边的人暗恋的故事，我总归我就会觉得哇，好纯粹，好可爱，好浪漫，但是完全就是就是觉得有一种自我感动的感觉，别人也不知道。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去努力去表达自己的内心，因为怎么说呢？表达自己的内心，因为如果就你喜欢一个人，你不去跟他说，他永远都不知道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而且他永远都不知道，你以后慢慢疏远了以后，你就会自己去后悔，为什么我不去尝试一下？就你尝试的话，你去尝试表白一下的话，那说不定他同意了呢，或者说他拒绝你了，那你也没有遗憾了。那你也没有遗憾，你也就不会觉得，哎呀，要是怎么样，是我尝试一下，没有尝试了，因为你表白了，已经没机会了。这样你内心的那个坎儿会过得更痛快一些，你知道吗？表白失败就失败啊，这有什么的？又不可能，就说明缘分不到嘛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你觉得会后悔，那就宁可去尝试。鬼屋 vs 蹦极，我都不害怕。上班 vs 上学，哎呀，两个都好玩，两个都累，两个都好玩，两个都有不一样的收获，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好。这什么问题？主动还是被动？
在生活方面主动还是被动？我应该是比较主动吧，但不是要看你在哪个点，你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，这个我没有想过。我做自己 vs 融入社会生活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人而异，看你想怎么活你就怎么活，这个没有什么说你必须得怎么样。但我的话，我是融入社会生活，对我来说。但是每个人的就是性格这些什么都不一样，所以说有人适合做自己，有人适合融入社会吧。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没有办法让你怎么样，做你想做的，这个最重要。当库里的经纪人 vs 当公司的股东，那当然做公司的股东了。忍受还是爆发？当然，我的话我肯定是忍受，我从来都没有爆发过，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暴怒过。暴怒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暴怒没有任何用处。忍受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你要把这件事情合理化，想的合理化，在自己脑子把它过掉。暴怒没用。回到过去，哎，看到一个什么？回到过去 vs 什么？我没看到。没看到，算了，可惜。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 vs 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人记得。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人记得。vs 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，那总比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没有人记得。那然后呢？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人记得，就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吗？还是说，就是别人觉得我消失了，没有人记得我这个人，但是我还是跟一大堆人生活在地球上？没懂。Monica and Chandler vs Rachel and Ross， 我喜欢安稳，我喜欢比较，我不太喜欢太虐的，所以我选择 Monica and Chandler。Rachel and Ross， 但真的非常就是天作之合，非常的，但他们太虐了，看的就难受。我不喜欢太虐的，我喜欢 Monica and Chandler。回到过去 vs 去到未来。回到过去就是把一些你之前的遗憾的事情可以去把它改掉。去到未来就是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样子。我两个我都不喜欢。回到过去，我觉得
你之前有过的遗憾，你回到过去把它填补了以后，我觉得还是会有别的遗憾。你不可能一个一个都去填补，你的一生都花在去填补遗憾上面了，那你还不如在现在好好做，尽量少留遗憾。你回到过去，你过去肯定遗憾多的去了，那大的遗憾补完了，哎呀，小的遗憾也补一补。你补完了，你都老了。但这个就太抽象了，不聊。每周直播 vs 每月直播，当然我喜欢每周直播，我很喜欢直播的呀，我很喜欢说话，直播我挺喜欢的，但只是有时候行程对不上，没法直播而已。怀念过去怀念过去，我觉得怀念过去。怀念过去，你不可能一直活在过去，你人就是往前走，时间也是往前走的，你只留在过去。梦想 vs 现实，现实，梦想有很好，但是必须就是我觉得，毕竟人现在是活在现实嘛。好看的皮囊 vs 什么？没看到。我爱自由生活，生命来排个序啊，好难啊，这得让想想，不回答了先。我要出发了。如果发现自己现在在以一种颓废的状态生活，会主动去改变吗？肯定会啊。但这种改变不改变，如果真的到了你觉得我必须得改变的话，自己就会改变，不是说我觉得我得改变。当你还在考虑要不要改变，甚至会想要不改了，那就说明你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还可以，还可以继续撑一撑。如果真的到撑不了的程度，你自己不知不觉就会改变了。这个不回答你。付出 vs 躺平，当然是付出啊，付出有意思。我喜欢付出。小公司很轻松 vs 大公司有压力，这也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性格决定不一样的决定啊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如果你想过比较轻松、自由、舒服的日子，那肯定找一个简单点的事情，
充足的钱就可以。但如果你是有梦想，你有往上升的机会，有往上升的想法，那肯定会选择有压力。压力能给人带来进步，我觉得。对别人好 vs 对自己好，我觉得肯定得在对自己好的基础上再对别人好，你不可能对自己特别不好，对别人特别好，或者对别人特别不好，对自己好。我觉得这个要两个都要吧。我觉得我喜欢对别人好，但我也会对自己好。看到一个好玩的，回到过去的话，还会进入 SM 吗？我对我来韩国来这个公司的决定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我觉得如果按我现在的状态，就现在的我，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嘛，那时候的我其实是拒绝的，因为我想上学，我不想做明星，这话说的，就那时候我想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，然后来了以后，我发现就我在做的事情真的算是我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挺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就算现在反而我会觉得来反而好。如果下辈子不做爱豆的话，想做什么？下辈子篮球运动员。别人的看法 vs 自己对自己的认知，我觉得两个都要吧。我觉得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一定要对自己诚实。就你不管对别人诚不诚实，你对谁诚不诚实无所谓，但你对自己一定要诚实，你一定要对自己有充分的认知，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没有必要骗自己。如果你是一个，就是你有一个什么缺点，觉得大家会不喜欢，你可以不告诉大家，但是你必须自己知道你有这个问题。就你得承认，你得跟自己承认，我是这样的人，我有这样的缺点。你不能就是自己都不承认，自己跟自己不承认我是这样的人，自己都不接受的话，不行。你一定要就是有问题一定要自知，就不是说自知，一定要承认，承认很重要。就有时候我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会就不能自欺欺人，对。反正你跟你自己又没有别人，你自己承认自己的问题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不跟别人承认无所谓，但一定要自己跟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，这个很重要，我觉得。在承认自己的问题的话，你就会就是想尽办法去改正自己的这个缺点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承认你自己有这个问题，那你永远改不了。要接受，对，这个话说的，要接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不要觉得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，就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，自己就先不承认，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？不对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不可以这样啊！原来我是这样的人，那改就可以。社恐 vs 社牛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
可以选择的，两个都很正常。喜欢交朋友的很正常，不喜欢交朋友的也很正常，这没有什么。刘海 vs 大背头，那我当然选择刘海了。我这大额头怎么搞大背头啊？过程 vs 结果，这个有趣啊。结果当然的确很，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，结果的确很重要，但过程我也觉得很重要。就比如说，但每个事情我觉得都不一样吧。但每一个事情你在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，这个是结果决定不了的，因为你过程越多，你做的事情越多，你的经验就会越多。经验这个就是经验一定要是靠积累的嘛。但结果我还是觉得过程更重要吧。你失败了再搞就行了嘛。好看的皮囊 vs 有趣的灵魂，这其实无所谓啊。每个人不一定，每个人都必须得有趣，是吧？熬夜 vs 早睡，那这肯定送分题，肯定早睡对身体好。但是熬夜的快乐是早睡给不了的，所以我选择熬夜。弟弟 vs 妹妹，两个都好，我觉得。弟弟以后能玩得很好，妹妹嘛有一个保护的，就是可以保护的人，两个都好，弟弟也好，妹妹也好。善意的谎言 vs 残酷的现实，我比较现实，比较理性。作为比较理性、比较现实的人，我选择残酷的现实。在学校里被人孤立了，他们肯定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肯定有他们的问题，但是还是就有的人啊，要看，有的人就是这副样子，就喜欢欺负别人，这样的人我们就远离他，不要跟他有过多的接触，就喜欢欺负人啊，就孤立人啊，这样的人就不要去跟他搞。但如果是他们人其实也不怎么差，挺好的人，但是会孤立你，那你要看你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。你要看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不要觉得我怎么可以有，我怎么可能有问题，我不能有问题，我没有问题，我没有问题。你要正视自己，你要想自己有什么问题。
说不出来 vs 听不见，我的天呐，那还是选择说不出来，因为听不见的话，东西接收不了。说得出来，说不出来了，那我知道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话。自己默默忍受 vs 挑明了说，但我觉得挑明了说，虽然我不太喜欢挑明了说啊，挑明了说，我觉得都可以吧，默默忍受。但我不说的话，我也不是默默忍受，我不会忍，我不会让自己忍，我就会像跟刚刚说的一样，我会自己消化掉它，就我会让自己觉得就是可行的。如果这个我自己想了以后，这都是不可行的，这就是他的问题，那我当然会挑明了说。分情况，没错。听爸妈的规划 vs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觉得爸爸妈妈的话一定要听，毕竟是过来人，他们一定是为你而考虑才为你做的规划。但是，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拿出你的实力来说服他们，你这样做，你也能活得很好，能不让他们担心，那这样他们也会遵从你的想法。他们都帮你规划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让你好，怕你过得不好。那如果你不想听他们的规划，你想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的话，那你就拿出你的本事，证明给他们看，你按你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不让他们担心。那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目标是让你过得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呀。他们又不是为了干嘛才帮你规划的，他们都是为了你好呀。孤独 vs 没意思的热闹，那没意思的热闹不还是孤独吗？啊，也不一样，没意思的热闹毕竟还是热闹 vs 孤独。但我觉得孤独这种东西啊，就害怕孤独的人更容易孤独，是这样吗？就是说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，他觉得很孤独，但是我并不觉得孤独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嘛。所以每个人对要享受孤独，但不是这种东西，不是说你要享受孤独，那觉得孤独的人，你让我怎么享受啊？就是这样说是没用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的确，不是说要享受孤独，你要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也会孤独，有时候我也会孤独。我孤独的时候干嘛？找朋友打篮球，找我表哥打游戏，找点事情干嘛？孤独是人生的常态，我的天呐，你是经历了什么呀？但的确，孤独是人生的常态。你一个人在外，不可能有不孤独的时候的呀。不是说要享受孤独，你要懂得面对孤独，
不是说要去享受它，不是说干嘛都能那么简单去享受的，但是你要学会面对孤独，当孤独来临的时候，你要有准备去面对它，你要知道该怎么去让自己变得不孤独。对，要学会适应孤独，没错。好的，我要去上班了。今天很愉快，今天的确很愉快，我最喜欢说话了，而且说了这么多，就你们问了我这么多有营养的问题，我感觉非常开心。但我要去上班了，今天挺愉快的，拜拜。